大家好，今天呢，我们一起还是学习一下这个肾脏啊。但是呢，今天我们学习肾脏这个内容呢，稍微有一点特殊，因为我们大家都会知道，就是肾脏它主要的功能呢是作为一种泌尿或者叫排泄的这麼一個器官啊。那麼它主要的功能呢是產生尿液啊，然後呢有這種水分和一些電解質的重吸收的功能。當然它最重要的是排尿啊，當然排尿的同時也帶走了我們體內很多代謝的廢物啊，這就是腎臟作為泌尿系統器官最重要的功能。可是今天我們呢不是講它的泌尿系統功能，而是講它另外一個功能，我們平時提到相對比較少的啊，但是呢其實又是人體非常不可或缺的這麼一個方面啊，那就是它的腎臟的內分泌的功能啊。那麼突然這麼一說，好像大家是不是不一定能馬上想得起來腎臟能有什麼內分泌功能？我們其實之前也提到過，內分泌和外分泌它的區別是什麼？就是內分泌呢，它可以釋放內分泌激素，那麼這個內分泌激素呢，又會經過血液作用於全身外分泌呢，它是有這種腺體和導管這個結構，它是作用在局部那麼既然它是一個內分泌的器官，那麼它又分泌哪些內分泌激素呢？腎臟好像我們猛的一想很難想起來它到底分泌什麼內分泌激素？倒是它的相鄰的一個重要的器官叫做腎上腺，是吧？我們圖片上這個雙腎的上棘頂着這個黃色的類似脂肪似的這兩個東西，這個腎上腺倒是大家都知道它是非常重要的內分泌器官。那腎臟還有什麼內分泌功能呢？這就是我們今天最重要的一個學習的目的腎臟的內分泌主要是分泌三種激素分別是 EPO、Renin 和 calcitriol 我們用中文來解釋一下，這個 EPO 呢叫做促紅細胞生成素Renin 呢叫做腎素這個 calcitriol 叫做谷化三醇那麼這三個激素呢都是從腎臟它的細胞來分泌，而且是作用在全身的所以呢非常的重要。這個下面呢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學習內容。第一希望大家能夠知道腎臟主要分泌三種激素，分別是 EPO、Renin 和 calcitriol那麼當然它們相關的一些知識，比如說 EPO 呢可能和貧血有關，腎素呢可能和血壓或者血鉀有關當然 calcitriol 谷化三醇和這種骨質、骨鈣磷這種代謝有關那麼其實呢恩格萊斯對於這一部分內容呢，他考的通常是一些比如說慢性的腎功能不全這種患者他會考你，比如說一個病人是有renal dysfunction 已經很多年了，或者說已經是在什麼 dialysis這種已經有過透析治療的很長的時間了，那麼它會有哪些併發症它會出現什麼問題？如果大家只知道腎臟的泌尿功能的話，那可能忽略了這幾個內分泌的功能那麼它相關的一些症狀一些後續的一些問題可能就沒有被大家重視最後呢我們會做幾道題來複習一下。那麼首先呢我們看一下它們到底這三種激素是怎麼回事。第一個我們先說這個 EPO EPO 呢叫做促紅細胞生成素，它是怎麼產生的呢？就是說我們機體呢大家知道有負反饋機制實際上就是我們作為一個人體一個整體的生態系統這人體的整個這個身體呢，它要維持它的穩定性我們叫做內環境的穩定性。所以當你出現了某些異常情況的時候，人體它是有一些自我調節機制，讓你重新回到原來的穩定狀態那麼比如說由於慢性的缺氧急性的一般很少主要是慢性的缺氧。那麼這種慢性的缺氧就會怎麼樣呢？刺激你腎臟的間質細胞，那麼這個間質細胞呢就會產生這個 EPO 這個 EPO 呢又會怎麼樣呢？它的效果就是促進了你的這個骨髓
製造出更多的紅細胞，所以我們叫做什麼？促紅細胞生成素啊。實際上它的作用就是促進你骨髓造血啊，造出更多的红細胞来。當然，这個它引起的这個直接的啊，在實驗室我們能看得出來的效果就是什麼？你的血紅蛋白升高了啊，你的這個紅細胞壓積上升了啊。比如說一個病人他屬於慢性的缺氧，就會有這種逐漸的有這種刺激啊。當然呢，這種說靠人體自己調節它實際上它的調節的功能呢是比較受限制的，因為這種層次的調節通常是人体在你的生理範圍內產生的一種自我的調節負反饋機制。但是真的是由於某些疾病引起的，比如說這种慢性的缺血缺氧那麼它可能靠這種自身的 EPO 就不太夠了所以很可能還需要什麼呢？就是一些外源性的刺激那麼下邊呢，我們再看第二个，就是腎素那麼腎素呢，也是就是由於腎臟的這個一些我們叫做禁區小管一些細胞來釋放的。那麼它的釋放同樣也是需要一些環境的刺激，比如說腎臟的血流灌注降低了比如這個人出現了休克或者什麼，那麼它自然腎血流減少，腎灌注就會降低，或者什麼氯化钠濃度降低，比如說低血鈉的時候還有呢，比如說交感神經興奮的時候，那麼這幾個因素都會刺激你這個腎素的這種釋放分泌。那麼這個實際上在我們之前學降壓藥或者說學交感神經什麼這一塊可能都會談到一個詞，叫做 RAAS 我們中文叫做什麼呢？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系統RAAS。那麼它的效果是什麼呢？一旦這個系統被激活，那麼它的效果就是血管收縮，是吧？血壓上升，然后醛固酮釋放增加，這個血管緊張素2大家知道是吧？血管緊張素2是有血管活性的，所以它會收縮血管，然後導致血壓上升。同時呢，血管緊張素2還會刺激醛固酮產生和釋放，那麼也會導致血壓上升。那麼這一個系統就叫做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系統那麼當然第三個內分泌激素就是谷化三醇了，這個呢相對來講我們平時提到或者用到的少那麼谷化三醇呢，它是可以怎麼樣呢？就是說它是一種活性維生素 D 的形式那麼大家都知道維生素 D 呢和鈣質的吸收是很有關係的。那大家如果你平時注意這方面的話，可能都知道你缺鈣的話呢，你單純補鈣可能效果不是特別好如果你還同時配合使用維生素 D 的話它補鈣的效果就會更好當然這個谷化三醇是一種已經被激活的有活性的維生素 D 所以它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強大，可以促进呢我們的腸來吸收這個鈣質那麼導致呢你體內的這種血鈣的上升那麼血鈣上升以後呢，就會怎麼樣？促進你這種骨質這種合成，防止什麼骨質疏鬆那麼大家我不知道有沒有聽說過中醫一個用語叫做什麼腎主骨那麼腎主骨，我從中醫角度講，好像想不出什麼明顯的道理來，是吧？中醫的很多東西好像咱們理解不了，只是一種接受和記憶，是吧？當然你也可以運用，但是呢，從這個角度似乎我們找到了一點這個腎主骨的這種現代醫學的依據就是你這個腎臟其實是和這個骨質的產生合成保證這個骨質的密度保證它的結實程度強壯程度是有直接關係因為涉及到鈣質的吸收那麼所以呢，我們說呢，如果是這個人他的腎臟出問題的話，不單純是一個什麼少尿或者是說吧泌尿系統腎功能衰竭那些問題，同時呢，它的內分泌系統這幾個因素都會有相應的改變比如說可能會貧血，可能會有血壓的改變，可能會有骨質疏鬆。大家注意，我這塊血壓的改變我沒有提是高血壓還是低血壓因為你像 EPO 和谷化三醇這個很好理解你 EPO 少了，自然
會貧血，是吧？你谷化三醇少了，自然會骨質疏鬆。但是呢，腎素少了，你血压是降低的。但是呢，在肾功能衰竭的时候，由于它相对比较複雜，它不单纯是一個內分泌激素的事兒啊，它還涉及到泌尿系統的功能。所以這兩個功能疊加在一起啊，泌尿系統的功能的損害，它的影響要超過了腎素降低的這種效果。那麼大家知道，當肾功能衰竭的時候，這種腎臟的過濾會出問題，所以體內的這種液體蓄積，是吧，就會比較明顯。那麼導致什麼呢？血壓比較高哈。所以呢，在肾功能衰竭的時候，它的血壓改变，其實更常見的臨床表现是高血壓啊。那麼這個高血压呢，和它腎素的這個關係存在一些關係，但這是個間接的啊。最終導致它高血壓，其實還是由於什麼？過濾的問題啊，它過濾不出去了，水液體蓄積太多，導致這種血容量的增加，從而導致高血压。好，我們下邊先看看 EPO 哈。EPO 呢，一般就是什麼？大家看到過沒有？就是長期做血液透析的病人，面色是什麼顏色呀？一般都是蒼白的，对不对？都是面色蒼白啊。耐受性，对於活動的耐受性相對都比較差，簡單講體力不好啊，稍微有一些重體力的這種，比如說走路走得太多了，或者是搬一些東西的話，馬上就会有什麼气短啊，覺得疲勞，是吧？這些其實是一種什麼表現？就是貧血的表現啊。那麼什麼原因？剛才咱們提到過啊，你腎臟功能不好了，內分泌功能，腎臟內分泌的功能也不好了。所以它合成和分泌這種 EPO 的功能也會下降，它一下降，我們骨髓紅細胞受到它刺激才會產生更多，對不對？那麼它少了，自然產生的紅細胞也就少了，最終結果就是什麼？這種你產生的紅細胞、血紅蛋白這些就少了哈。但是我們要注意一點什麼呢？這種由於腎功能衰竭導致的這種腎性貧血啊。它的細胞紅細胞的大小是正常大小啊，不像缺鐵性貧血。缺鐵性貧血紅細胞的體積是變小的啊，血紅蛋白的分布的濃度也是降低的，所以我們對於缺鐵性貧血，我們叫什麼？小細胞低色素性貧血。而這個腎性貧血呢，它紅細胞的大小沒有改變，而且呢，它的血紅蛋白在每一個紅細胞上分布這個濃度也沒有改变啊，所以我們把這種貧血叫做什麼？正細胞正色素性貧血啊，這個呢稍微深一點啊，但是呢，它有助於大家鑑別是腎性貧血還是缺鐵性貧血啊。如果這個考試題目難一點啊，不單純是考你這個貧血這個診斷本身，而是需要你鑑別的時候啊，那麼這個就用得上了啊。紅細胞的大小和血紅蛋白的濃度啊。那麼第二個呢，我們看腎素哈，這個腎素其實在很多的地方都提到過，無論是在學習生理的過程中，學習高血壓的過程中啊。那麼如果大家在有的時候看到過病理學、病生理學，其實這個是反復會被提到的一個很重要的系統啊。那麼簡單講，腎素是怎麼回事哈？腎素呢是由這種，比如說腎灌注下降、低氯化钠、交感神經刺激這幾個因素哈，會誘發我們腎臟這種間質細胞釋放腎素。那麼腎素它的功能是什麼啊？如果大家捋一捋，其實腎臟的功能是，腎素的功能是從肝臟就開始了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啊？肝臟會合成一種叫做什麼血管緊張素原啊。但是大家只要知道它是個叫原什麼什麼原，通常是沒有什麼活性的啊，必須得轉化成有活性的這種形態，它才能發揮它的生理功能啊。所以呢，我們這個腎素的功能其實就是把肝臟產生的這個血管緊張素原啊 （proangiotensin） 轉化成血管緊張素1啊，這就是腎素的主要功能。然後腎素把這個血管緊張素原轉化成血管緊張素1了啊，但是這個血管緊張素1 angiotensin 1同樣沒有血管活性，它還得再經過一個物質的轉化，變成血管緊張素2。那麼這個物質叫什麼呢 ？ACE 啊，血管緊張素轉化酶。這個 ACE 就可以把血管緊張素1轉化成血管緊張素2啊。那麼血管緊張素2就有生物學活性了啊，它就可以直接引起血管收縮、血壓上升，同時還有什麼？它還可以激活
腎上腺皮質釋放醛固酮啊。那麼醛固酮的功能呢，一樣也是啊，保鈉保水是吧？排鉀排氢，那麼它会讓你的血压也上升。那麼这就是整个一个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可以升血压啊，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机制啊，它的过程。那麼這個時候呢，其實我們常考的是幾個藥啊，一個是 ACE inhibitor 啊，我們叫 ACEI， 或者還有另外一類藥和它很相似，叫 ARB 啊。ACEI 是什麼呢？就是抑制了剛才咱們說的從血管緊張素1轉化成血管緊張素2中間這個非常重要的酶叫 ACE， 把這個酶抑制住了，那麼你就停留在了什麼血管緊張素1這個階段，而沒有轉化成2，所以呢它是沒有活性的，你的血壓就不會上升啊。所以這個 ACE inhibitor 是作為一個降壓藥的啊，它的機制就在這兒。那麼 ARB 呢和它類似啊，這是血管緊張素的受體的這個 blocker 啊，那麼也就是說，它是把你血管緊張素這個2的這個受體給擋住了，給遮住了啊，那麼也是一樣的效果啊，就不會讓這個血管收縮啊，血壓上升。那麼 ACE inhibitor 代表藥物大家知道後邊後綴是什麼 ？Pril P-R-I-L Pril 啊，比如說卡托普利、依那普利啊。那麼 ARB 啊，它的後綴是什麼？一般都是 sartan 啊，各種沙坦啊，比如說替米沙坦、洛沙坦啊。但是呢，用這兩類藥都有一個問題，就是說有可能有一個不良反應，叫做高鉀血症啊，高鉀血症。那麼這個呢，也是順帶着就提了一下啊，這個 ACEI 和 ARB 啊，那麼它的副反應啊，高鉀血症。那麼下邊最後這個呢，我們看一下谷華三醇啊。谷華三醇呢，它是一種叫做激活形式的維生素 D 哈。那麼這個激活形式維生素 D 就可以刺激你身體更多的吸收鈣啊。那麼吸收鈣更多，意味着你的骨質可能會更加堅硬啊，防止骨質疏鬆。簡單講就是這樣。那麼如果啊這個腎功能不全的話啊，腎功能不全的話，那麼你這個鈣質它的吸收各方面就會受影響啊，那麼病人他的骨質呢可能就形成這種堅硬的骨質就會受到阻礙，所以可能會出現什麼骨質疏鬆啊。那麼當然呢，它這種出現了這種骨質疏鬆以後呢，由於人又有另外一個機制啊，甲狀旁腺的這個機制啊，那麼當你體內出現了缺鈣的時候，甲狀旁腺可能繼發性的激活啊。那麼從而出現一個繼發性的甲狀旁腺功能亢進啊。所以呢，我們把這個總結一下啊，如果是腎功能不全的話，首先 EPO 可能會下降啊，從而患者導致出現疲勞啊、面色蒼白啊、活動耐受差，是吧？血紅蛋白下降、紅細胞壓積下降這些啊貧血的表現。如果是這個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系統出現問題，那麼當然在腎功能不全的患者，因為它涉及到什麼？涉及到另外作為泌尿系統功能啊，這個兩個疊加以後，其實更多見的是高血壓和高容量啊這種負荷。那麼同時我們要注意呢，當你使用 ACEI 或者 ARB 的時候，要注意監測血鉀啊。那麼尤其是腎功能不全的時候，比如說肌酐高啊，那麼這種就要特別小心了，盡量不要用這個 ACEI 或者 ARB， 因為你本身腎功能不全，排泄受影響，排鉀受影響，你再用的這個有高鉀血症是吧？這種不良作用的這個相關藥物，那麼就相當於把病人放在一個比較有風險的一個位置哈。我們要盡量避免這種藥物啊，使用其他的降壓藥。那麼最後呢，谷華三醇啊，當然腎功能不全的時候，它也會下降，導致血鈣下降啊，出現骨折呀、骨質疏鬆這種風險會上升。同時呢，它的血磷，我們之前其實在水電解質那個視頻提到過，我們體內的鈣磷乘積是一個定值，所以當你血鈣下降的時候，血磷就會上升啊。同時呢，由於血鈣下降，你會刺激甲狀旁腺啊釋放更多的 PTH 啊，甲狀旁腺激素，所以它是一個繼發性的改變啊。那麼這個呢，我們大概看一下就行了啊，因為這個作為一些重要的知識呢，我們剛才都提到過啊，病人教育，因為這個如果作為大家 NCLEX 考試的話
還是要在這方面呢要注意一下我們就不過多講解了。那麼高鉀血症大家一定要注意高鉀血症我们怎麼監測？當然最重要的監測血鉀濃度電解質。同時一旦出現有高鉀血症的話，我們要知道要看心電圖高鉀血症心電圖有什麼特點T 波的高尖我們叫 peak T wave 那麼當然高鉀血症的處理那又是另外一個系統的問題了那說起来又有很多重要的知識點我們可以在其他的视頻裡再进行相關的複習好，我们做幾道題一塊那麼第一個我們說有一個慢性的腎功能不全的病人Stage 4那意味着已經腎功能衰竭了。他有什麼疲勞、氣短是吧？血红蛋白一看8.9克，明顯是貧血了。MCV 正常那麼這個就是說呢，紅細胞體積是一個我們叫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那麼這個最有可能是和哪一項的內分泌功能下降有關？這個不用說了，肯定是 EPO 是吧？这肯定是 EPO， 那幾個都不对。那麼我們再看第二個一個患者呢是因為蛋白尿和高血壓開始服用了這個 lisinopril， 這一看 pril 我們就知道它是個 ACE inhibitor 所以有可能會有高鉀血症是吧？大家馬上想到這兒，大家一看複查鉀已經 5.9 上升了，優先採取行動是什麼？第一個吃香蕉補鉀是肯定不對了。第二個呢，繼續用藥不報告，這肯定不對。第三個要什麼？評估心電圖和症狀，同時要通知醫生這個肯定沒有問題。第四個，教育患者該藥會降低血糖，這個和這個題本身沒有關係，所以這個題要選 C 好，我們再看最後這個說一個慢性腎功能不全的患者出現了骨頭疼痛骨痛，那麼這個哪個是符合腎臟這個谷華三醇減少和磷排泄下降的一個表現第一個鈣升高，我們知道谷華三醇一減少，它鈣就會減少，所以肯定不對。第二個是鈣減少是吧？這個可選。第三個呢，鈣正常不對。第四個鈣升高不對，所以這個只有第二個對我們再看一下，詳細看一下第二個選項，鈣下降是沒問題的，因為它谷華三醇少了，鈣係數下降，所以鈣會下降。那麼磷升高也沒問題，因為鈣磷乘積是一定的，鈣下降磷就升高。第三個 PTH 升高也是對的也是正確的，因為你血鈣下降以後會產生負反饋的這種機制那麼被激活，讓你的甲狀旁腺釋放更多的甲狀旁腺素 PTH， 從而增加這種血鈣，提升血鈣，所以這個也是對的所以呢，這個叫選 B 那麼我們速記怎麼速記？大家最終總結一下，其實就是很簡單的3個點。第一個 EPO腎臟腎功能不全以後 EPO 會導致什麼後果？貧血然後有疲勞什麼這種這個蒼白就這些表現第二個腎素有什麼表現？它稍微複雜一點因為什麼呢？腎臟作為腎功能不全的時候，由於泌尿系統功能損失，導致它是一個水液體聚集高血壓。那麼當然腎素分泌可能會減少，它又導致血壓下降，這兩者疊加在一起以高血壓表現為主，所以這個腎功能不全的時候一定是高血壓。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它這個時候由於腎臟功能不好，鉀是排不出去的，高鉀血症非常常見在腎功能不全的患者裡，高鉀血症非常常見，所以大家一定要提起這個意識警惕性要提高警惕。那麼只要見到有腎功能不全的患者，第一個就要想到高鉀血症。那麼如果這個病人還有高血壓的話，你在用 ACE inhibitor 或者 ARB 的時候要特別謹慎，要和醫生 clarify 這個用藥是否合理可不可以換成別的，比如說某些排鉀型的利尿劑比如說氰氯噻嗪，比如說速尿那麼它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血鉀那麼最後一個谷華三醇，当然它作用在骨質上，導致你的這種當你腎功能不全的時候那麼它導致你這種鈣吸收下降，所以會出現什麼呢？骨質疏鬆、骨折這些問題。好，那麼今天呢有關這個腎臟它作為內分泌器官分泌這3種激素 EPO、腎素和谷華三醇，我們今天呢就暫時講解到這兒也希望大家提出你們的意見有沒有什麼想聽的內容也都可以在評論區留言。感謝大家點讚、訂閱、分享。好，今天我們就到這兒，下次再見。